太异常，印度最高气温已飙升到52.9度，北部大陆平均气温升至45度以上，酷热难耐。印度人纷纷跳到恒河中泡澡，就连动物都忍耐不住高温，纷纷冲下山寻找水源。对比印度的极度高温，中国似乎就要凉爽很多。湖南平均温度只有22度，连空调都不用开。当网友们看到印度高温新闻时，纷纷发出一声感叹：中国温度事业必须得感谢青藏高原。最近这些年来，确实能够切身地感受到温度一年年在攀升。记得小时候，即便是夏季，平均温度也不过35度左右，大中午在外面跟朋友疯玩，也感觉不到特别热。随着全球变暖，各个国家的温度也开始逐渐变得不对劲。今年似乎是印度温度创新高的一年。据统计，印度中北部地区已经连续半个月平均温度超40度，辛德勒最高已经破52度，逼近53度高温。人类的体温通常为37度上下，即便是发高烧也不会超过42度，能够承受的最高极限大约为46.5度。印度的温度很显然已经逼近人类体温极限，甚至有部分地区已经超过极限，温度居高不下。不夸张地说，感觉没有空调天都要塌了。这种情况之下，热死人真的不再是形容词。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印度超200人热死，上百人送往 ICU 进行抢救。连续高温干旱导致一部分湖泊干涸，山上的猴子只好下山寻找水源。据新闻报道，已经发现40多只猴子在井里淹死。印度气温突破了50摄氏度，中国却安然无恙，为何中印温度差异如此之大？其实印度的气候也很复杂，准确来说，他们一年之中有6个季节，此时正处于高温干热季。北方的冷空气受青藏高原阻碍，无法翻越，印度洋季风气候也不能刮进印度次大陆。高温干热季，印度可能会持续1到2个月不下雨，每天都是晴天万里，暴晒无比。没有冷空气对流，没有雨水的滋润，天天都是大晴天，肯定热。据历史数据显示，每年5到6月是印度温度最高的时候，新德里的平均气温高达39度。不过呢，这一侧新德里的温度冲上了52.9度，远比近10年的温度高得多。印度温度异常，除了受高温干热季的影响之外，很大原因是因为气旋风暴雷马尔的到来。气旋的到来导致风向发生改变，让印度北部刮起了西北风，导致干热气团聚集。这一股热气团从海拔高的阿富汗地区走到了地势相对较低的印度。多种因素干扰之下，导致印度就像是一个蒸炉一般，持续高温。连续的高温导致当地水资源紧缺，大大小小不少湖泊相继枯竭。高温也带来了其他副作用，当地的电一高温就歇菜，多个地区出现了停电现象，这可让印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毕竟没电之后，不仅空调没得吹，连电风扇都用不了，更雪上加霜。白天热也就算了，就连晚上的温度也居高不下，简直彻夜难眠。现在印度多个学校迫不得已开始停课，建筑工人也无法工作，直言铁管烫手。今年比起印度52摄氏度的高温，我国很多地方似乎格外凉爽。才进6月，温度高的时候也升到了30多度，但几场雨下来，天气就转凉。地形是影响气候的主因素之一。我国温度适宜最大的功臣便是青藏高原。高耸如云的山脉自第4纪以来在不断大幅度上升，不仅改变了高原本身的气候，也对周围的气候产生了影响。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阻挡印度西南季风，季风上流被高原阻挡之后将会形成对流，遇到冷空气后造成降雨。正是如此，才有了富饶的恒河平原。与此同时，当东南季风吹过来时，再一次被青藏高原所阻挡，继而再次出现大量降雨现象，让我国江南地区雨水丰沛。从地理上看，地球在北回归线附近的区域大部分都被一望无际的沙漠所覆盖，而我国一部分地区正靠近北回归线。如果没有高原的阻挡，我国这一部分降水量少，持续高温降水量少，长期以往或许会变成一片荒漠。由此可见，青藏高原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。正是有它才平衡气温，让我国变成一个适宜居住的国度。青藏高原不仅影响气候，其实对整个亚洲的生存都至关重要。有人说青藏高原养育着中国14亿人口，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。我国东北地区主要依靠辽河，辽河与之并没有太大关系。不过青藏高原影响着印度、缅甸、泰国等多个亚洲国家，就像是亚洲的一个巨型水塔，养育的人口远远不止14亿。当然，青藏高原除了把握水资源命脉之外，还拥有着众多宝贵的自然资源。
据研究，高原上储藏着大量的金、铜、锡、钨等稀有金属以及稀土资源，高原的植物、动物资源也极其丰富，是世界的宝藏地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